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呢，我们的主要的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如果呢你对这个有兴趣，而且还没有订阅的话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在 YouTube 上就会收到推送，就不会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采访 Holly。那 Holly 呢是以前 Google 的这个增长经理，后来是在这个 Slack 做这个数字营销增长方面的这个专家和这个高管。后来呢自己现在做这个营销方面的企业的咨询，在营销方面，在增长方面有非常的丰富的经验。大家可以看我前面一期讲他是如何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然后又通过咨询到 Google 到 Slack。然后后来呢，到自己的这个服务公司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受益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体会。那今天呢，就请 Holly 来讲讲增长。增长，这也是我们频道第一次真正的有专业的嘉宾来谈增长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 Holly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Holly。好，那 Holly 的话呢，今天首先我想问的是可能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产品嘛，对吧？比如说工程、写程序、写设计，对吧？那要是做销售嘛，那为什么要做增长？就增长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专门有人来做这个事儿呢？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就是自从咱们企业创立初期啊，每个企业都想要增长，为什么要有一个专门的增长团队呢？历史上来说，基本上如果是我们的产品团队的话，它主要还是做这个 core features，就说你这个产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可能会 optimize 一些这个 feature 到底是要 make it very usable very valuable so craftsmanship 就是要做的非常非常就是 100% or 99%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用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个 feature，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去试验一下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 feature 到底会怎么样。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这种可以快速迭代的这种experiment，这个 core product team 就没有时间做。同时呢，在 marketing 的角度来讲，traditionally 这些 marketing team 比较 optimized towards 这些比较高的，像做品牌啊，然后花很多钱打广告啊，而不是做一些比较fast relatively cheap 然后 scrappy way of growing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公司就专门建立了这么一个增长团队，这个团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长用户数量或者用户行为或者营收的增长。这个团队它主要的characteristic 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数据驱动的快速实验，可能每2个星期就会 launch 一个实验，2个星期之后就知道这个实验或者甚至1个星期之后就知道这个实验它到底结果是怎么样了，会 inform 你的 future 的 development。我先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对这个理解哈，就是以前的公司它是没增长这个事儿的，好像是因为 Facebook 是吧？说当时他突然把这个事儿给火起来了，是因为好像怎么着这个行业就突然把这个增长这个概念就火起来，然后现在大家基本都有增长这个概念了。你能说说看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吗？对对对，其实那个 Facebook 它当时比较早期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Seven Friends in 10 days，当时就在想这个 Facebook 我们怎么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知道我们这个用户他到底有什么样，就是会不会成功，他的 early indicator 是什么？然后他们做了一下user data research，就find out 这个在10天之内有7个friends7个朋友在 Facebook 上是一个 strong indicator to success to future success，所以这个东西慢慢的就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这 concept 就蔓延出来，就比如说像 Slack 它的那个 North Star metric 就是你会发2000个 message，像 Pinterest 就是你要在一段时间内要 pin 要 save 你的 pin，如果是LinkedIn 它就是会在多长时间之内会加多少个connections，所以这个 growth 的 concept 是比较早期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Sean Ellis 他是比较一开始倡导了增长黑客这么一个观念。哦，对，这个词儿很有名，growth hacker，对，增长黑客。增长黑客这个词跟我们现在说增长是一回事吗？还是不是一回事？其实是有一点 Venn diagram 的感觉。这个增长，我对增长的定义呢，其实还是比较广的，不光是包括增长黑客，增长是一个比较 holistic 的一个东西。增长黑客其实大家来讲的目前的就是 focus 主要还是在初创公司
不花很多钱的这种 very scrappy non-paid very fast sometimes out of box 的这种增长的，而且这种就是有点偏向于 tactics 就是我要试验一个比较创新的东西，别人没有试验过的，或者说不是在主流之外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次就 work 了，下一次也不一定 work，所以就是比较这种 hacking 的那个角度。对，低成本快速的，不一定会那个 repeat 的一个，对，这个就像我的频道，对不对？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呢，一定要点赞呢。我每次跟大家说一定要点赞呢，那这个就是非常低成本的一种这个增长方式，对不对？反正我也不花钱，只要忽悠大家，对不对？鼓励大家给我们来点赞，那么希望有更多人看我们节目，对不对？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分享给你的朋友，反正我也不花钱。但是如果真正的话增长除了这种低成本，其实也有别的方法，比如说我也可以把我的频道做广告在搜索引擎上，对吧？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了。那现在我们 again 回到我刚才话题，各位同学们，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一定给我们点赞，再分享给别人哦。点赞，好，回来。好，那就说增长其实包括低成本的增长黑客，也包括一些更加高成本的一些增长方式，都是增长。好，那因为你现在也是跟很多企业做咨询，那可以聊聊看增长的主要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吗？对，增长呢，就是我可以从比较早期的来讲，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增长的 framework 就是这个海盗指标嘛，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就是 ARRM，这个意思呢，就是增长的主要的5个 component，就是 acquisition，获客。activation 激活 ，retention 留客，referral 用户推荐和 revenue 就是收入营销营收，这5个概念其实是最早期的大家觉得就是做增长的主要的 component， 我可以一个拆分来讲一下。好。这个 acquisition 就是获客嘛，就是找新用户，就比如说你是你在Facebook 上或者说在 Instagram 上做广告让就吸引大家来，这是一个获客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你写文章做内容，然后大家在搜索引擎上找到了你这个内容，然后来看到了你的这个产品，也是一个获客的一个 strategy。然后 activation 那个激活呢，基本上就是讲这个用户让这个用户来快速的知道你这个产品的价值，就是 in a given short time frame， let the user know your value。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用户他 sign up 了之后，你给他show一个比如说onboarding video，an education video，做一个用户的教育吧，然后或者说你给他发 email 这也是一个激活的一个过程。但你的主要的goal 就是让这个用户快速的达到 aha moment。aha moment 就是这是第一次这个用户真正的理解了你这个产品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是 activation 的一个 goal。retention 获客呢留客呢就是让这个用户在不断的用你的产品。就比如说比如说你是YouTube 或者说 B 站你留客这个东西就是让人不断的回到这个 B 站，不断的回到那个 YouTube 来看你的内容，这个人就算是你留住了，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你是留住了这个东西。当然这个要细分的话，就有很多，比如说user engagement， 就是说你多久来一次，或者说你的时间长，在这每一次的visit 的时间使用的时间有多长，或者说你在这个站上你的就是同时collaborate 的时候你的活跃度有多少，这是都有就是再细分的这种 dimension。referral 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推荐就比如说那个大家看大舅的这个 video 好然后呢就发给你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可能以前没有用过 B 站，然后看到了这 B 站这个 link 来 subscribe 变成了一个B 站的用户，那这个 motion 就是 referral 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滴滴呀，或者说送饭的很多 network 都会说你介绍你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那个网站，给你2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referral 的这么一个增长的方式。revenue 的这个东西就是讲它的营收入，就是如果是你的用户现在是免费用户，你怎么能把这个免费用户变成你的收费用户然后在什么样的节点上这个用户他是准备好了会给你付费，或者说我们的 pricing model 是怎么样的，你的这个收费的 tier 应该是怎么定价然后
这个定价的这个 trigger 又是什么？这里面又可以分得很细。但是这5个大的 foundation 呢，其实是不太变的，就是 acquisition activation retention referral 和 revenue。当然了，这个 framework 提出的时候是2007年，是很早了。然后后来大家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啊。后来呢，就是也有人提出啊，不应该说 AARRR 啊，然后应该把它这个顺序变一下，叫那个 RARA， 就是 RARRA， 意思呢就是把 retention 把那个留存和激活activation变到前面，然后把获客放到后面。那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整个的增长的 framework 里面呢，其实那个获客和激活是非常 critical 的东西，你应该先做这2块，然后再去想获客。获客最后想，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就是要纠正的一个感觉，因为很多做增长的人说，一开始看这个漏斗是先看 acquisition， 大家就只是去做 acquisition， 做了半天，然后大家不留存，然后做了半天这个用户也不会留，所以这个 framework 就是要focus， 要 emphasis， 让说哦这个 retention 非常重要啊，要开始先做 retention。那看来我误打误撞的做对了哈。每次一来我节目一开头，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是第一件事的。看来我还是误打误撞做对了。对，那你还是很有intuition 的。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 AARR 也好，是 RARR 也好，这个这5个东西它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吗？这5个东西还是说不是？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关联点，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切成5块完全不相干的。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就是比如说吧，这个你说 referral 其实它主要是一个获客的方式，对吧？那个当然了，你如果是已经是B 站的用户了，又告诉别人它也是一个 你也可以做 retention 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已有用户也会回到 B 站来看不同的那个 video， 所以就是其实这里面首先它的定义并不是那么严格然后说这个是非常 clear cut 的一个东西。其次呢，这个东西其实每个 component 之间联系的非常紧密。就比如说吧，你做获客的时候，你获了很多客，但是都是一些低价值的用户对你的激活和留存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如果你那个留存做的不好你的营收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我自己定义的哈，那个就叫 ARM， 就是 ARM 就说我们要那个看acquisition， 就是做获客，然后呢 retention 就是 keeping users，然后呢 monetization 就是getting users to pay。所以就是比较 cheesy 的，你可以想这是 Holly's arm， 你要 you need strong arm to grow。这个其实是非常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framework， 大家平常可以很简单的这样 recall。挺好的 ，ARM 对，多好呀！你看我脑子不够用，5个记不住，记3个我一般能记住，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更好一点。所以你刚刚讲到了 AARR， 又讲到了你自己把它简化成 ARM，那你说后来业界也有一些发展是吧？就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呢？就是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marketing 就是做那个 acquisition 的，然后呢 product 就是做retention 的，然后 sales 可能就做一些 monetization 方面的，然后 over time 呢这几个function 之间也是它的这种line 也是在 blurring， 就是它的这个线也没有那么明显了。每一个 function 之间，它合作的也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很多做 marketing 的人也开始做，比如说 life cycle marketing。life cycle marketing 很多时候也是做一些就是 retention 方面的东西，也跟 monetization 有关系。然后呢，从 product 角度来讲，也有比如说 monetization team 和 expansion team，然后就是主要是做。就是扩大现有用户的这么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 customer success 也加入到这个那个洪流当中，它也会帮助，比如说 referral 也会帮助留存，然后对那个营收这方面影响的也很大。所以有这么一个趋势呢，就是其实增长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multidisciplinary， 就是很跨学科的一个东西，不光是product 和 marketing， 也有engineering， 也有 design， 也有 customer success， 也有 finance strategy， 所以就是这些不同的部门都要协作起来，共同来 drive 我们的北极星指标。好，你正好讲到了这个我要说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极星指标。那我们讲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framework， 而且 framework 之间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这个重合，而且现在有很多新的内容进来。那不管是在哪个那个 framework 里面，任何一点，我们都要定义一个成功的标准，要用某种数据去测量它。那这个测量数据就很重要，因为你定义不同的测量的话，最后结果可能就真的会不一样。那怎么定义这个测量目标？
这个测量目标是everything starts here，所以就是首先呢，你要看别人一个用户他为什么要用你的产品啊，就是要定义你的 core value proposition，然后其次呢就是想what 就是你的 core action， 这个 user 的 core action 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是想就是 how often does the user take this action？So why start with why and then start with what。And then end with how often。举一个例子来讲吧，就是 Airbnb 它的北极星指标就是nights booked，就是有多少个晚上，就是大家 book 了多少晚上，大家订了多少个晚上，是它的北极星目标。因为这个它的 user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就是要住啊。然后呢what's the core action， 就是要订。然后 how often 就是要是在比如说1年之内订2次就是就变成了它的北极星指标。那像 Facebook 它就是daily active users 就是为什么用户会用你的产品，就是为了就是在这个platform 上看朋友的activity。 core action 就是查各种就是 active， 他们定义的 active 可能就是log on this platform and do something like share etc. and how often 就是 daily 所以这个北极星指标是看就是从你的 core value proposition 来定义的。好的，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常见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些框架，又讲了我们是怎么去测量，特别是北极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North Star 对吧？你讲了3点，对不对？那真的要做增长的时候，有哪些渠道和方法，就是 take 哪些 action 去 drive 什么 lever， 让最后能够造成增长呢？我自己的方法论就是有4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 viral， 就是病毒性增长，它主要包括呢就是user invite，就是 existing user inviting new users， 或者说 word of mouth， 大家口口相传，或者说 social share， 就比如说像social network， 或者 Facebook 呀、Instagram 呀、B 站像这样 social share。content 主要是做内容增长，内容增长就比如说是SEO 做那个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或者说你的 PR strategy， 或者你的blog 还有 website 的 landing page 都是属于内容的增长的方面。paid 就是付费的增长，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做广告，或者说做 sales，也有很多 partner marketing， 其实也是付费增长的一部分，因为你是要交换你的价值来做这样的增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platform，就是在依靠平台增长，或者是有2方面了，就是一方面是你自己作为一个平台来增长，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依靠其他的平台来增长。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像 Salesforce， 它自己是一个 CRM 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它的平台增长的 strategy 做得特别好，它跟这个公司其他的business software 整合的非常的紧密，所以呢这个 CRM 的 customer data 也可以到这个公司用的其他的 data sources 里面去，然后其他的software 也可以import stuff into Salesforce，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数据来整合起来做。这也是为什么 Salesforce 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稳居就是行业老大的这么一个地位，就是因为它的平台的那个整合的方面做得特别好。然后在另一方面，比如说依靠其他平台，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小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是呢，如果你 listed on Salesforce App Directory 大家去看 Salesforce 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你的产品。这就是在另一方面依靠其他的已经有的大的平台来做增长的一个东西。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公司啦，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的 North Star 了，对吧？我们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假设我是家公司，然后你也给我了这么多的这种可能的增长的渠道，我怎么来选择做什么呢？我资源是很有限的，对吧？也许我可以做 PR content， 也许我可以做paid ad 等等，那你怎么去帮助这个企业来选择什么样的是最高 ROI 的方式呢？这个增长的战略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有3个大方面吧，来决定你用什么样的增长战略。第一个大方面是你的产品，首先你的产品性质，你到底是 to B 的产品还是 to C 的产品，你的增长战略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 to B 用什么 to C 用什么比较好？就比如说to C 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做 gaming 的吧，gaming 的大家的 competition 都非常的激烈可能你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比较偏向于 viral growth 或者说 paid growth 因为口口相传的东西可以很强，或者呢你的 viral 的不是很强，但是呢你就
花大笔的钱，可以很早的就是做 user acquisition，也可以。那从 to B 的角度来讲呢，可以比如说看内容增长。内容增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 to B 的有各种各样的 persona，他们关心的东西呢，也比较深。to B 的这些人呢，也比较一直在学习说啊，我们最新的这个行业增长的趋势是什么呀？所以你可以写一些比较深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的 blog，或者说你的 thought leadership white paper，这些人呢都会来看。然后他在你的 white paper 里面、白皮书里面学到了东西了之后呢，他会对你这个产品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然后呢，他也会把自己的，比如说把自己的 email 或者把自己的微信号给你，就是给你这样的，你可以长期的不断的给他推送这样的内容。他以后真正需要相似产品的时候，就会先想到你。哎，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 to C 的产品，很多时候它的决策还是比较快的。你放广告在那儿，在 Facebook 上放广告，它立马就 download 你这个 game 了，或者是别人说了一个什么，它就 download 了。但是在 to B 的时候，由于这个你刚讲了一个很好的词叫信任，就是他得信任你，他得觉得你这个产品做得好，所以你需要做比较多的内容，把这个东西放在网站上，别人读了，然后相信你了，然后在需要你的时候，你再跟他做一些销售多流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比较好呢。对，就是同时这个东西，我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那个比例来讲的。当然 to C 的产品也有很多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解释的。如果你这个 to C 的产品比较复杂，然后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复杂的 ingredient，或者就是用起来也比较难用，或者你比较 focus 在一定的客户群，你还是需要就是这样来解释，可能内容也对你非常有用。所以就是当然产品性质只是这几个决定增长因素里面其中的一个，也要看。所以刚才我讲产品性质，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你的用户你的用户是什么样的人？就比如说大企业用户和小企业用户，你的增长战略也可能非常不一样。还有就是产品周期，你也想问大产品？对对对，大产品、小产品这个有啥不一样？比如说，嗯，简单粗暴的说，大产品比较对对。大的企业产品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增长？小企业或者甚至是消费者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增长呢？就是大企业可能你会比较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做 sales driven 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decision maker 都是在很多时候很难去特别精准的来 target 他们除非比如说你在领英上真正的找到了负责专门买你这种产品的这个人然后来跟他建立联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难的，所以你就是用 sales 这种 approach 做这个 decision maker 增长可能会比较 effective 一些。同时，但是做小客户的时候呢，因为小客户很有可能你的数量也比较多你也比较容易找他们。就比如说你在在 YouTube 上YouTube 就会卖给你很多这种第三方数据就是专门做专门的，比如说plumbers他会有这样的第三方数据，或者说专门的做 software 的startup也有这方面第三方数据。这样呢，你可以有比较 scalable 的东西来 target 这些 audience。这个就讲的有点深，但是就是你的 scale 不一样，你的规模不一样，你的 approach 也会不一样。对，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大企业因为它的这个决定的这个流程有点复杂，然后呢，你有一个人就销售的 driven 的方式去跟人慢慢谈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小企业呢，因为它多，然后呢，它可能不像大企业，你一个客户就可以给你挣好多利润，你得相当可扩展性，相当 scalable 才能把这个钱给挣回来。你没办法跟他拿销售去谈，否则这销售的这个工资都挣不回来，还不如还是做这种比较精准的，通过从第三方购买的一些联系方式，这样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对你这个还是看的挺深的，像 Slack 这种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下次也可以深聊一下。好的。所以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是产品形态，第二个是客户，第三个是什么？第三就是产品周期，就比如说，你这个产品是在早期的时候，你也没什么钱，可能就特别需要 viral 或者说 content 方面的东西。如果你这个产品你已经融了几亿美元的那个资，然后呢又需要demonstrate very fast growth rate，需要超速的增长，你可能就会多花一些钱。这是从产品的角度来讲，然后这是第一个大方面，第二个大方面就是资源资源也分3个小方面。刚才说的产品性质、用户、产品周期都是从产品的角度来讲。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大方面呢，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资源的角度来讲，这3个小方面就是钱、人、时间这个也是
决定你增长战略的3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然后最后这第3大方面是时机，就是也分3个小方面，宏观经济啊，比如说我们COVID 我们那个疫情在宏观经济上有什么影响，然后比如说吧，这个疫情下大家都在线上办公，所以你的增长战略就是要更 focus 在线上的活动，而不是一些线下的东西。第2个就是说竞争啊，竞争的环境怎么样？你的竞争对手如果是在花了很多钱在拼命的抢占市场的那个份额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比较 aggressive 一些啊。然后第3个小方面就是公司的发展，比如说公司马上要上市了，你这个时候你的增长战略可能就是要有不同的strategy， 有可能说哎呀我要上市了，我要造势啊，我就要做很多品牌方面的就是花钱的东西。也有的公司说哎呀我要上市，我要 demonstrate 我这个公司其实是very close to profitability， 所以我要减少我的花费的东西，我要把自己的 efficiency 做出来，这也是一个那个 factor。所以就是这产品资源和时机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个就是考虑因素，这自己也是分了自己的小的这种factor。没错，那这个时候又非常怎么样，插入实际的插入一个广告，怎么样？你看，又要资源又要时机。你看硅谷大舅这个频道怎么样？他没有任何资源，他很穷，他也没有人，他也没有时间，所以请各位怎么样？请各位观众，你们要帮我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我们只能通过 word of mouth 这种初级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在我们这个周期的初级的这样一个阶段，怎么样？请大家记得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并且推广给其他想要看这样节目的人。谢谢大家。好，广告结束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那就说到这个常见的增长渠道和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不对？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蛮常见的，我经常被增长的人问到，就是增长和这个词好像有一点点多义性，就是有一种是 marketing 的增长，还有一种是产品和工程的增长，就是说有的增长是由市场部来做的。还有一种增长是说，它在产品上改变一下啊，或者是做一点这个，比如颜色的微调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是需要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来做的。这个2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以及如何合作和分配增长任务呢？这个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吧。比较早期的时候呢，大家比较想明确的划分，就是 marketing 它是做一些产品之外的增长，就说你一开始 top of funnel 的东西，或者说你这个在到你的自己产品的网站，在 sign up 的之前，这些东西都是 marketing 来负责。然后在 sign up 之后，到了产品自己本身的东西是产品团队来负责。这个造成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这2个 team 它各自为政。然后就没有就是特别多的communication，然后就刚才举的例子，很多时候 marketing 获客的时候获客了很多低质量的用户，然后这个产品团队就很难做，说哎呀你给我这些低价值的用户，我怎么来做就是 activation 和 retention 所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就是 multi discipline 的一个东西。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structure 呢，就是有一个 chief growth officer 然后呢他也不是 product， 也不是 marketing， 它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 unit。然后呢，会有一个chief product officer 或者 VP of chief growth officer， 或者说一个 VP of growth， 首席增长官的这么一个概念。他呢可能手下管的团队也有产品经理，也有 marketing 的人，也有engineering design， 也有 analytics， 就是这种multi team 来做增长的这么一个structure。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有这种 team 的时候，它的那个增长的速度会快很多。这个常见吗？因为我本人好像不是经常见到，一般都是什么 CTO、CEO、CFO、CPO，不是经常见到这个 Chief Revenue 或者 Chief Growth Officer，还是说这个东西现在还是在一个 emerging 的一个状态？是在一个 emerg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用这个比较多的是一些早期的小公司，因为它比较 flexible 然后增长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 discipline，它其实成长起来也没有。就是少于10年，所以很多人做增长都是半路出家的，然后在大公司增长的这个概念也是在不断的在 adopt，比如说 Google 它以前就没有增长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在最近5年里面就越来越多的来有这种专门的增长人来做，所以大家从 career development 角度来讲，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明白了。听上去非常绕口啊，就是增长这个事情，它的增长怎么样，也能体现这个东西最后增长的潜力怎么样，对不对？如果增长这个事情自己不增长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增长的方法论呢？如果它能够增长，那么更多人使用增长，更多增长观，那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做增长，对不对？Anyway，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获客，对不对？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留存，那留存这个事情有些什么样的方法论吗？
留存这个东西，要讲的也挺多的。我觉得，我比较希望 emphasize 的一点呢，就是就是 onboarding new user experience 是留存里面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部分。因为说实话，这个 user 他如果不是在 sign up 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你这个产品是做什么的，然后他一开始就 drop off 了，然后后来你再让他回来就难上加难。所以我比较 recommend 那个公司就是先看最开始的这种新用户他的 first time user experience 是怎么样，然后做很多的这种 experiment and test，来把你的 activation rate 先做出来，把 aha moment 先做出来，然后呢，就是如果 aha moment 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程度，然后再做habit moment，habit moment 就说你这个用户已经培养出来一种用你的产品的习惯了就是这个 habit moment 一般就是时间稍微长一些，比如说28天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在这个28天之内他这个用户会不断的重复的来使用你的产品，你就变成了留存。当然了，还有 churn 就 churn 就是这个用户不再用你的产品了，或者说慢慢的减少了使用你这个产品的次数的时候，它就是 at risk of churn。所以你就要 manage 这种churn rate，然后还有一些 win back strategy，怎么才能把他们又重新的来激活来使用你的产品。嗯。所以呢，我听上去大概分为这么几个，就首先是有块你刚讲什么 word of mouth 啊，什么什么 sales 啊，然后后面这部分呢，就是说，哎，第一要激活它，对吧？然后要让它产生某种习惯，然后他走的时候不让他走，然后走，结果他真的走了，还把他要回来，对吧？这个对，各位同学们，这个对你们对找对象是很像，对不对？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对不对？这么也有可能阶段，对不对？最后还有什么 win back 什么？Anyway，回到我们前面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就讲的是从 acquisition 到 retention，你最后还讲了一个就是 monetization，对吧？有客户来，有客户留存，那么你怎么样用合适的方式来，比如定价也好，定这个 offering 也好，有的时候要降价呀或什么样，这个也在你们这个growth 方法论里面嘛？是不是说用某种方法可以 maximize 你的整个 revenue 呢？有一什么样的方法论？这个 monetization 的方法论其实也蛮多的，很多时候，定价是你这个 monetization 的第一步了，定价它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你要 test，大家 affordability 是怎么样的，willingness to pay 是怎么样的，他到底有多想来付钱，对这个产品来付钱，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做 survey，就说你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是多少，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产品定价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并不是很好，就说来做一个心理预期的这么一个最低的定价，这个地方我插入一个问题，那要是问我的话，哎，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卖多少钱？那我跟你说白送我最好，对不对？那这个你怎么能够合适的去获得这个信息呢？比如说你说这个麦克风要100块钱嫌贵，50块嫌贵，10块嫌贵，白送我最好，那怎么办？你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挺有研究的，就是说你问的时候，可能我会问这个问题说at what price do you think this is too low that you almost doubt the quality of this product？你就会对这个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这个麦克风看着挺好的呀，为什么会白送呢？你就会质疑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就是一个最低定价的一个标准。然后比如说最高定价，你可以问他at what price point do you think this product is too expensive and I would never pay for it？这是它最高的心理预期的价值。然后你有道理。会有一个区间。那如果不同人给你不同的价格的一个反馈，有的人愿意多付点，有人愿意少付点，你怎么定一个好的价位，让你整个的这个生意能够最大化呢？所以这就是要做数据方面的研究，把就是比较大的一个sample size 的那个数据来把它做不同的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sensitivity analysis etc。然后呢再把它做完这个整个的群体的这个定价之后呢，还要看各个群体它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比如说小客户他的定价区间是什么，大客户定价区间是什么，或者说美国用户的定价区间是什么，中国用户的就是你会做就是 next level of analysis，这个就是比较细了就是要具体的时候做的时候要具体的分析。听起来好像就是说，通过对用户做一些这个定价方面的调研，他愿意支付的调研等等之类的，你就大概知道所有人他愿意支付什么样的一个分布。然后呢，这个分布呢，你可能要做一些 regression 或者甚至把它分成一些分门别类，比如说按照国家分门别类，或者按照它的这个生意的这种大小来分门别类。然后总而言之，你有可能会出一样的价格，也可能出不同的价格。这样不同价格，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我感觉在 to B 在 SaaS 领域是非常常见的，一般都有3个 offering，对吧？什么普通版、增强版，什么完美版，什么之类的，对。对吧？Anyway，
所以我再回到了，就是我觉得今天基本上这个模型我们讲的差不多了哈，从 ARR 讲起，然后后来呢，就是 Holly 他自己把这个缩小为 ARM 这3个。那第一个呢是 acquisition，大家还记得刚才讲Holly有个这个正方形的一个表对吧 ？acquisition，retention 呢刚才讲了一些关于怎么像这个要注意这个刚来的用户的怎么样的一个 onboarding 的过程，包括以后的一步一步怎么就 prevent churn 啊，还有这个 win back 呀。然后到 monetization 这边的话，就是用去了解用户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意愿以及这种方式来去来定这个价格，甚至可能产生不同的这个定价的这个 tier 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哈，ARM 当然比较 in a nutshell 非常的简单粗暴。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你今天觉得讲的内容？这个是主要内容，就是这个真的是要看每个公司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你可以做的东西，可以涵盖的很广。然后怎么才能把它 prioritize，才是最重要的。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能提升你的 ROI 的那个东西，最能提升你的 impact 的东西上。这才是就是最后的要义吧，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呢，Holly 呢用他的这个经验和我们讲了一个比较高屋建瓴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吧。但是具体到一个生意里面的话呢，那每个的情况都有一些具体的不同，所以也很难说每个都展开。也因此呢，我们下期节目呢就会请 Holly 来专门对一个案例做一个分析呢，就是 Slack。那他以前是在 Slack 这方面，他是做他们的这个营销和增长方面的高管。那我们下期节目呢就会请他来讲一讲 Slack 具体增长做了一些什么。所以的话呢，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得给我们点赞，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推荐系统的算法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看，这样可以支持到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并且怎么样把这个节目，刚才讲 word of mouth 怎么样推荐给其他的想要看的、有兴趣的朋友来看。那么如果呢，你有兴趣怎么样要加入我们的这个读者群的话呢，那我们呢在这个我们的内容上其实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这位同学，扫这位同学，然后呢他呢就会怎么样拉你进群。我们在群里呢有各种各样的分享，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这个 announcement 等等。当然了，我个人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 retention 哈，就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大家看了我们节目再加我们的群，那也是一种 retention，对吧？好，那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也感谢 Holly，感谢大家的按赞、分享、3连支持。那 Holl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下次再见。好，各位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插播一个小广告，我在跟 Martech Ape 合作，作为他们的移动增长营销企业实习计划的项目老师。这次是跟音频独角兽喜马拉雅 FM 的美国旧金山办公室 Himalaya Media 官方合作，进行为期8周的增长营销技能培训与实操。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通过上面的链接了解课程详情，还可以得到 Big Joe 读者专属优惠券。只要添加文章里的小助手微信2维码，回复 Big Joe 就可以获得优惠券啦。